发生地震那天，废墟下除了我还有沈宇的初恋，他舍弃我，先救了他。后来我被消防员救起，拿手机给他打电话，老公，我挺不住了，老公，我爱你。被送上救护车之后，我注销了手机号。那一天，他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开门时，沈宇正贴心地帮一个女生拿行李，她是沈宇青梅竹马的邻家妹妹，她也是沈宇的初恋。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说笑笑，丝毫没有注意我。阿鱼，你家风格是我喜欢的耶。沈宇闻言笑了一声，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。我坐在那里像个透明人，一点也不像是沈宇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更像是那个外人。我适时开口，你给你妹妹接回来了。我出生那一刻，她那青梅好似才看见我，她的面上充斥着打量，松开了搂着沈宇的手。你就是阿鱼的妻子呀？我点了头，但没再说话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林柔是沈宇的初恋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但有些事还是近期沈宇讲给我听的。林柔是沈宇父母好友的孩子，林家夫妇多年前死于一场事故，临死前希望沈宇的父母可以多照顾林柔。心善的沈宇父母便将林柔带回家抚养。从小沈宇便沉默寡言，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而林柔恰恰相反，她活泼开朗，时常哄得沈宇父母开怀大笑。他俩就像两个极点，但每一次林柔也能都逗笑他。关于这些细节，其实沈宇没有谈论太多，但看着他的温柔的神情，我也能猜到一二。一见到面，我的猜测果然是真的。晚上，我提议出去吃，但被沈宇否决。小柔最喜欢吃我做的海鲜，我出去买点回来亲自做。我正愣住，看着他出去的身影，心中一阵酸涩。他倒是很细心，过了这么久没见面，依然还记得林柔喜欢海鲜，却忘记了我碰不得海鲜，而他也从来没有下过厨。我和他结婚5年，他一次都没做过。看着满桌子的海鲜和正在给林柔剥虾的沈宇，我一动未动。他终于瞧见了我，微微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沈宇，我对海鲜过敏。他怔住了，随即回过神来，抱歉，微微，我忘记了。我笑了一下，好一个忘记了。他连林柔喜欢喝苹果汁都记得，而我曾经误食过一次海鲜，差点就没命了。还是沈宇恰好在现场送我去的医院，我和他也是那次结缘认识。而林柔这时满脸笑容的开口，姐姐也别怪阿鱼，她经常这样望这望那的。我没有说话，林柔这话说的仿佛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沈宇的贤内助。就这样，林柔在我家住了下来。沈宇美名其曰，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，暂时找不到地方住，我们收留她吧。我没有拒绝，也不好拒绝，因为没毛病，好歹也算她异父异母的妹妹。再加上她当时和我说的时候，我觉得林柔好可怜，当即就答应了下来。谁能想到这个妹妹就是她心心念念的初恋。直到门打开，他们进来的一瞬间，我才发现我见过这个女孩，她的照片被沈宇藏在了书架的最深处。还是我去找书时无意间发现了，背面则用双引号写着一句话：相思似深海，旧事如天远。在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她到底是谁。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天空上的星星，久久未动。刚洗完澡的沈宇从后面抱住了我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摇了摇头，突然听见外面一声清脆的响声，沈宇比我先一步冲出了房门，随后我便看到了一地的碎片，
地上是我和沈宇唯一一张结婚照。沈宇不喜照相，要不是结婚，恐怕这张合照我都不一样能拿到。而现在它不仅碎了，甚至沈宇人像上被抹上了不知名的棕色液体，我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。而沈宇一眼都没看地上的结婚照，反而低头看向了林柔。林柔脸上满是委屈，眼里也蓄满了泪水。我见犹怜，任谁都舍不得再说什么了。果不其然，沈宇根本就没想指责他，反而担心地拉起了林柔的手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划到手了怎么办？我看看哪里受伤没？温柔的声音响起，让我在那里捧着照片，眼中带着伤感，我像个大冤种。林柔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看着我，出声道歉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晚上有些事情，不能太早睡，所以出来泡了杯咖啡，没有注意照片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她便适时地哭出了声。我没有说什么，而是拿起照片回到了卧室。残局我也没有收拾，我相信沈宇怕他的小妹妹受伤，一定会处理的。果不其然，沈宇已经开始收拾了，外面的声音也隐隐约约传进卧室：“你以后小心一点，别把自己弄伤了。”声音满是无奈与宠溺，而甜美的声音也再次传来：“哎呀，阿鱼，这不是有你呢吗？”十分刺耳。阿鱼，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。等外面彻底没了声音之后，沈宇才回到房间，他抱住了坐在阳台上的我：“微微，你别生气，有时间我和你再去拍一张。”这一句话直接让我愣住了，随后自嘲一笑：“照片？我求了那么久才求来结婚照这一张。”但他为了让我不要怪罪林柔，主动提出了和我再拍一张。或许我摇了摇头，告诫自己不要想太多，我才是他的妻子。我开口：“你处理好了？”他点了点头。我重新给他泡了杯咖啡，他回屋了。你不如问问他为什么晚睡，再陪陪他，给他做顿夜宵。沈宇怔住了，他看着我，下意识的疑惑出声：“没事。你所谓的妹妹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房子？”他看着我，我再次说道：“沈宇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次深夜梦里低喃出声，叫的就是小柔。见到她的那一刻，我更知道你叫的是谁了。所以我容不下她，我和她，你只能留一个。”闻言，沈宇抓住了我的手：“微微，你别这样。小柔她家里经历过那种事情，她的有心理创伤，让她待在身边，我这个当哥的也能好照顾一些。微微，你理解一下好吗？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难接受，但她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只有我了。微微，你放心，我对她绝对没有别的想法了，你相信我。”我看着他想留下林柔焦急的解释的面庞，想起了许多以前的事情。我和沈宇同校不同专业，因为那场海鲜过敏的意外，我和他才结识。他在校时因为容貌很受女孩子的欢迎，我在医院醒来，发现是他救我时，非常惊讶。我父母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那段住院时间是他跟我室友们一起照顾我。他英俊帅气，又风趣健谈，所以我动了心。我开始打听他的喜好，开始追他，把自己觉得最好的都给了他。只要有他的身影，就会有我的。在那段时间，我自己的许多习惯和喜好都为了沈宇改变了，成了他喜欢的模样。我变成这样用了4年的时间。在刚毕业时，他同意了和我在一起。渐渐的，我却发现了他生活中早就有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身影，深刻入骨。但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捂热她，让她真正成为我的，只属于我。可现在，那个女孩又出现了，她又回到了沈宇的身边。我看了她良久，最终说了句：“
你确定林柔真的只想当你的妹妹吗？如果她还想……我还未说完，便被沈宇慌忙地打断。不会的，我俩没可能了。他更在我面前发了誓，说林柔只是他的妹妹。微微，你放心，只要她熟悉了这里，我立马就给她找房子，让她搬出去。看着他真挚的眼神，我选择相信了他，因为我舍不得这个我花了好久才得来的爱，也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别骗我，沈宇，我最讨厌有人骗我了。你要是骗我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这天，公司让我出差，我提前和沈宇打好了招呼，他帮我细心地收拾好行李。我看着他欲言又止，沈宇似知道我想说些什么。安心，微微，明天我就出去给他找房子，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送他去新房。我点了点头，随后便和他出了门。本来说不让他送的，他非要送。刚上车，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他接起电话，眉头皱起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担忧，随后便抬头看向我。微微，出了点事情，我恐怕不能送你了。没事，你去吧。得到我的允许，他慌不择乱的就下车，向楼里跑了过去，连钥匙都忘记拔了。我不想再纠结，准备打车前往机场。恰巧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，老板告诉我暂时不用去了，等通知。挂断电话，我拉着行李箱回到了楼上，却发现家里的门竟然没关上。一进屋，我看见了散落在客厅的酒瓶子，脑子里嗡的一声。我一步一步走向了卧室，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是林柔。阿瑜，我很喜欢你的，我不想做你的妹妹，当初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离开的。沈宇的声音传出，带着一丝压抑。这都过去了，小柔，你喝醉了。我没有。林柔突然大叫，阿瑜，你就是还喜欢我，我都看见你书架里的照片了，我还发现了你电脑里的邮件都是咱俩的合照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瞬间就开始疼了。原来我不是多想了，我想的是真的。沈宇他不是不爱拍照，他是不喜欢和我拍照，怪不得我用的他的电脑，他从来不借我。原来是里面有他珍视的东西，也不想让我知道的。这时，我听到里面咣当一声，是人趴在了床上的声音，我的心也咯噔了一下。我轻轻推开门，看见了眼前的一幕，看见他们的两道身影，我顿时心如刀割。听到了开门声，沈宇忽然睁开眼睛和我对视了，我看见了他眼底的慌乱，而我只觉得恶心。他推开林柔，快步朝我走了过来。微微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小柔喝醉了，我在劝解她，这是个意外，我们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只是解释，但一点都没说要和林柔断绝关系的意思。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他的解释，苍白无力。沈宇，你自己信吗？他回过头，看见了因为喝醉酒已经睡着的林柔，才再次开口。微微，我真的只是把她当妹妹，我们没有别的关系了。起来，我还要出差，拿点东西。我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找了一通，然后拉着行李箱就离开了。他想追我，但车钥匙在我这里。我找了个酒店，办了入住。我一个人在酒店里躺了许久，也想了许多。就这样，我失联了3天，手机里有许多未接电话，都是沈宇打的。第4天一早，我收拾好行李回到了家中，家里只剩下沈宇一个人了。他眼圈很重，这几天应该没睡好。看到我的一刻，他的眼里流出了一股光亮。他想上前，但又怕我生气。他在那里像个犯了错的小孩一样，等待着怒火的降临。但我没有发火，反而冲他笑了笑。早上没吃饭，你帮我弄些吃的吧。他连忙点了点头，
以为我已经原谅他了。可惜他以为错了，我只是不想再爱了。看到他端上桌的海鲜粥，我又笑了笑，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。其实我的脑子里在一开始都是沈宇对我的好，一桩一件，我记得都非常清楚。我也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他对林柔只是关心，没有喜欢。但他放任林柔亲他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又想错了。他的心里一直都有林柔，他记得他的口味，为他打破原则。但明明才过去不几天，他又忘记了。我海鲜过敏，他说他爱我，他发誓，但原来都是骗我的。7年的时光，我都捂不热他的心。我厌倦了，也累了，可是更多的确是不甘心。为什么呢？明明我那么努力，可是真心还是被践踏了，践踏得一文不值。我为什么要就这样离开，将空间留给他们，让他们幸福美满？我的身体已经起了反应，呼吸有些急促，脸上也起了红疹。沈宇也终于发现了不对劲，才恍然想起来，微微，你海鲜过敏，怎么还吃啊？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我拉住了他的手，阿瑜，这是你第一次为我做早餐了，无论是什么，我都要吃。说完，他满眼震惊，眼里写满了愧疚。他拍了自己的脸一耳光，对不起，微微，我应该记得的。看着他的愧疚，我也撑不住，昏了过去。我想好了，我不要他的爱了，我要的是他的愧疚，这比爱好用多了。再次醒来时，沈宇就在旁边照顾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动了动被他攥住的手，他一下子惊醒，你终于醒了，微微，以后我一定会记住的，再也不会让你吃海鲜了。我苍白的脸上扬起一抹笑意，不怪你，阿宇。然后我回到家之后，他就开始忙前忙后，饭菜是他的做的我爱吃的。他也会跑很远，只为给我带束新鲜的花来。可惜了，我有林柔的微博，他发的所有东西也大大方方的向我公开。照片上沈宇在厨房忙忙碌碌，生理期为他煮红糖水，还有和我那一模一样的花。这是他最新发的一条微博，配文：无论过去多久，他都知道我喜欢玫瑰，可我最讨厌玫瑰了。这些微博，任谁看了都是情侣秀恩爱现场。我退出微博，接到了沈宇的电话：微微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买回去给你做。我开心地说出了几道菜的名字。就这些，阿瑜，记得快些回来哦。挂断电话，我暗暗想到，他可真忙啊，刚伺候完林柔，又要回来伺候我，倒也是贪心，既想要我，又想要林柔。可我再也没有不开心过，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有事，我都不会过问。乖到沈宇都有些不可思议了，他甚至还试探了我，故意让我听到他和林柔打了电话。挂断电话便告诉我，微微，我要出去一下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没有问他去做什么，见谁。沈宇没有离开，反而向我走了过来。微微，你怎么不管我了，也不问我干什么了？我没有看他，你不是去找林柔吗？去呗，这又没什么。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。原来他也知道很晚了，可是哪次他都会去啊。没事啊，我想通了，她就是你妹妹而已，还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你不去谁去啊？说完这句话，我才看向了他，眼神里带着委屈。你说说，我也只有你一个亲人，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呀？而且你承诺过我的，会好好爱我一辈子的，我当然要信你，你不会辜负我的。我坚信，我相信。他听了我这些话之后，脑子里一定会时时刻刻出现，所以他只要去找林柔一次，他就会对我愧疚一分。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指，我感觉我有些病态了。我想到这些，竟然有一丝快意，但还掺杂着心痛。想到曾经，我那么希望和他在一起，
和他有个家庭，有个可爱的宝宝。他也很喜欢孩子，因为我当时问过他，他只停顿了1秒钟，就抱住了我。我很喜欢孩子，微微。他眼底的亮光和欣喜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，可惜我一直都未还上。这天夜里，我被沈宇的手机铃声吵醒了，是林柔。我看着他接通电话，听见了林柔哭兮兮的声音：“阿姨，我出了好多血，你快来呀！我好害怕。刚刚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想拿刀子样手腕上划，现在我好害怕。”阿宇呜呜。听到这些，沈宇一下子就醒了，连忙下床穿上了衣服，而我也穿完了。阿宇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这一次他没有拒绝我，我和他一起去了林柔的家里，看着沈宇轻车熟路地进去，看见了坐在浴室里的林柔，她脸色惨白，手腕上还有血，他连忙抱起了林柔。我们直奔地下停车场，可我们还没出门，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所有窗框和门框发出重击的响声，边柜摆放的物品也因为摇晃不断落下，墙面也逐渐出现了裂缝。这时，突然我的胸口很闷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了心头。我惊呼：“阿鱼，是地震，赶紧找地方躲避！”我刚说完，天花板的吊顶突然下落，我们躲闪不及，全部被掩埋。一声巨响，我的头撞在了餐桌的一角，腿也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整个人被碎裂的石膏板挡住了出路。只见沈宇紧紧地把林柔护在了身后，他似乎没有受伤。他和林柔躲在了墙壁形成的三角区域。我在废墟下气息微弱地开口：“沈宇，我好疼，救我！”可是沈宇充耳不闻，说了句：“你等我，马上会回来。”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头上的血流到了嘴唇上，我的腿也变得疼痛难忍，但我却不在意了，因为哪怕是过路人都知道里面废墟下还埋着人。他们听到了我的呼救，还有个人帮忙叫了救护车，他们合力抬开一层层压住我的石膏板，而沈宇他竟视而不见。我的眼里有着恨意，越聚越大，直到我被众人合力救了出来。我满身是灰尘和鲜血，我哆嗦着手拨通了一通电话：“老公，我挺不住了，幸好你没事，我爱你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还会来的，因为我不希望你出事。”不等他说话，我挂断电话，注销了电话号码，并把手机永远留在这片废墟。等醒来时，我竟看见了熟悉的人，他是我曾经的玩伴柳森。我让他帮我隐瞒我还活着的事实。对呀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沈宇以为我死了，还是因为他，让他愧疚，让他忘不掉我，让他知道我到临死前还希望他不要有事，让他无时无刻身边都是我的影子。可是柳医生却告诉我，我怀孕了，已经有2个多月了。我的心陡然一沉，手掌放在了肚子上，呢喃着：“孩子，你怎么现在来了？”沈宇这边赶快将林柔送去了医院，检查完之后，林柔并没有什么大事，她的伤口也不深，根本流不出那么多的血，一切都是装的。沈宇看着她，他的眼睛一下子蓄满了泪水：“阿鱼，我只是害怕，想让你多陪陪我。小柔，你不该这么任性的。”可是看到她的面容，沈宇再次心软了。他拍了拍林柔的手：“别怕，以后我会经常去看你的。”突然，他才想起来还有一个人被埋在废墟下，连忙拿起了手机，却接到一通电话，是老婆。他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他没事。接通来电时，他还没开口，对面传来了微弱的声音，一句一句让他傻眼了，甚至来不及回复，通话就结束了。看着漆黑的屏幕，他
他陡然醒神，手哆嗦着开始打我的电话，但始终无人接听。巨大的恐慌淹没了他。沈宇终于怕了，他怕我死了。他再也顾不上林柔，立刻返回现场，路上也不停地联系我和物业，可惜没有任何消息和结果。他也在这时明白过来，他爱我，相比于林柔，他更想和我过完这一生。但太晚了，等到他找到我时，已经是1周后的事。和我串通好的医生告诉沈宇，我已经死了，尸体也因为挤压看不出来原有的模样，无比凄惨。柳医生最后又补了句：“请节哀，死者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。”只这一句话，沈宇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如抽走了全部的精气。微微竟然已经有身孕了，但他却丝毫没有看出来，甚至一点也不知道，还把他独自地扔在了废墟里。他痛苦地上前，看着我的尸体，蹲下了身子，眼里满是悔意。他也拿到了我的手机，手机已经被压得粉碎。他没有认领我的尸体，或许是不敢，他痛苦地拒绝承认那是我的尸体，发疯一般离开医院，跑回了家。他害怕了，害怕我离开了。进了家门，到处都是我的气息，沙发上的娃娃是我挑的，桌子上的杯子也是我挑的情侣款。最后，他在床头柜上发现了我的日记本。第1页，天气晴，今天我遇见了让我心动的男生。第2页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叫沈宇，名字也是拿加粗黑笔写的。第3页，我真的好喜欢他，所以我要追他啦。日记一直写到结婚，那是最后一篇日记，哪怕是语言都能看出写日记人开心的心情。我要和他结婚啦！日记的底下还有一个小本子，那上密密麻麻都是沈宇的喜好以及不喜欢吃什么。最后一句赫然写着：阿鱼不喜欢照相。沈宇突然放声哭了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当初没有拒绝林柔，让他留了下来？可是他的微微已经死了，他见不到他了。明明他那么爱自己，明明差一点他们就有孩子了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沈宇也越来越憔悴。他整天抱着我的日记翻来覆去的看，突然像想起了什么，开始满屋子的翻找了起来。他记得他没扔啊，没扔，找了很久，依然没有结果。沈宇茫然无措地坐在了地上。是我明明不讨厌拍照的，现在的我竟然连一张微微的照片都找不到了，唯一的一张也被我弄丢了。微微那样爱他，只要是他的东西，他都会的记得清清楚楚，而他甚至都不记得他海鲜过敏，真该死啊！沈宇发疯似的捶着自己的脑袋，连来人了都不知道。林柔一进来就看见了这样的沈宇，他慌忙的进来拉住了沈宇。阿鱼，你怎么了？沈宇突然攥住了林柔的胳膊。微微死了，她死了，我再也找不到她了。林柔眼底晦暗不明，最后咬了咬牙。阿鱼，我在医院看见李微微了。沈宇的眼神里终于有了光。你说真的？哪个医院？快带我去。这边的我一直和柳森在一起，也聊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。暂时居住的房子也是柳森帮我找的，出院后也是他一直照看着我。到了医院，检查完毕，准备做手术的我，再次被柳森拉住了。他担忧开口：你真的决定了？我点了点头，我不能留他，他就算生下来也不会有爸爸了。柳森想要说些什么，但看着我坚决的表情，又给憋了回去。赶来医院的沈宇和刚做完手术出来的我撞了个正着，看见脸色苍白的我，沈宇顿时眼睛就红了。他伸出手想要碰我，又一下子缩了回去。微微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没有回应，我托柳森
给我准备的离婚协议书刚好派上了用场。离婚吧，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但还是拒绝不签字。我冷笑了一声：沈宇，在你因为自己的初恋将自己的老婆扔在地震废墟下，我们就再也没可能了。你不配再得到我的爱了。我说的话已经很明白了，沈宇似乎也知道我这次说的是真的。他身体哆嗦着，但依然将离婚协议书艰难地推了回来。微微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，你喜欢吃什么跟我说，我回家给你做。家里也装成了喜欢的样子，看着他的样子，我没由来的一股厌烦。当初结婚，我选了好几个装修方案，但沈宇一个都没采用，用了他自己设计的。我一看，也清楚地得知，这也根本不是沈宇自己喜欢的风格，像是另一个女生的。我根本不想说话，但沈宇却看靠了过来，想拉我的手。刚做完手术，我有些无力，根本躲不开。这时，一股大力直接将沈宇扯了起来，冷冷的声音传入耳旁：别对我的病人动手动脚。看见柳森来了，我的底气也足了许多，再次将离婚协议书扔了过去。签字，我多一秒都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沈宇突然跪在了地上，开始疯狂道歉。对不起，微微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一定会改的，会改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被逗笑了。沈宇，我原谅你多少次了？你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他突然起身，比划着什么。家里还有你写的日记，里面都是我们的回忆。你那么爱我，怎么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啊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心底最后的一丝情绪都消失了。因为我爱他，所以他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原谅他。我拉上了背，日记扔了吧，那是我给狗写的。柳森，我累了，让他离开。此后的每一天，沈宇都会来医院看我，每次给我变招法的逮捕时，还有鲜花，我烦不胜烦，所以提前出院了。之后的沈宇开始发了疯似的找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的微博响了起来，一看竟是林柔给我发的私信。我知道你是李微微，阿鱼他找不到你，就一直喝酒，导致了胃出血，现在在医院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你能来看看吗？我反手将他拉黑了，不过我还是去了医院，但我手里带着离婚协议书，拖太久了，我还想去开始新的生活呢。到了医院，我看见了脸色惨白的沈宇，旁边林柔在照顾着他。可这个心心念念的人就在沈宇旁边，他竟然一眼未瞅。等到我出现，他的眼光才随着我的走近动了起来，看着林柔，眼神幽怨地看着我。我没有理会，我已经不想和他们任何一个人扯上关系了。我将协议书扔在了床上，签了吧，别逼我走法律程序。林柔见状不干了起来，阿鱼还很虚弱，你就这么跟他说话呀？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我不想理他，他还非得凑上前来。看着他的面孔，我直接一个巴掌打了过去，脸色有些阴狠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上不了台面的小三。林柔被我打懵了，更被我吓住了，一动没动。而沈宇只是看着我打了林柔，手上一点动作都没有，只是看着我。我无语地翻着白眼，他还拽了拽我：微微，你是来找我和好吗？气得我直接也给了他一巴掌。清醒了吗？我说让你签字，我不会原谅你，这辈子不会，下辈子更不会。如果你还想留点情分，就麻溜地把字签了，婚离了，听懂了吗？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，但我相信沈宇懂了。他落寞地低下了头，最终还是签了字。我拿着签了字的协议，收拾了行李，搬去了别的城市。我的新生活要开始了，但是不知我的新地址怎么被传了出去。我的门前经常会出现一束花朵，
不再是红玫瑰了，而是我喜欢的满天星。但每次我都将花扔进了垃圾桶，因为现在我也不喜欢满天星了。1年之后，我再次见到了柳森，我不小心着凉感冒了，深夜自己独自一人去了医院打点滴，饿到揉肚子，突然闻到了好香的生煎包的味道，那是我最喜欢吃的那家。抬头看见了柳森拿着盒子来到了我的面前，饿了吧，吃吧，他温柔地开口。但我满脸诧异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他笑了笑，医院互相交流，我说我喜欢的人在这边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吃着生煎包，点了点头。你喜欢的人啊，那很不错呀，是谁呀？他突然凑近，脸突然在我面前放大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刚咽下去的生煎包差点没吐出来。你没开玩笑啊？柳森负手而立，我开什么玩笑？明明是你负心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想起来一件往事，那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柳森经常跟在我的后面，他小时候长得就跟精致，所以有一边玩过家家，我非要让柳森当爸爸，我当妈妈，说我长大一定要娶柳森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他们纠正，是嫁哦。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那嫁。可事情遥远，刚上高中，柳森便去了国外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忘记了，只当他是朋友，都有些忘记了他长什么样子了。一个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。怎么，想起来了？我尴尬地挠了挠头，呵呵一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我们真的很合拍，他又是真心的喜欢我，或许我可以再试试呢。他也和沈宇不一样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我。他也有一个小本本，那上记着我的喜好和我讨厌的东西。他每天回来都会给我带一束向日葵。我其实很疑惑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上了向日葵？柳森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向日葵，但我知道我的微微一直在向阳而生，你才是我的向日葵。无论什么，他都会先考虑到我，尊重我的意愿。2年后，我们结婚了，而他也彻底了留在了这里的医院。那一天，我笑得十分开心，也满眼都是幸福。我在大厅内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沈宇，但我的心情没有丝毫起伏，只是扫了一眼就没再理会。他只是我人生中的过客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现在在我身边。柳森单膝下跪，给我戴上了戒指。起身的那一刻，我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。这一刻，我将永远幸福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老公是个热心肠，为了送同事回家，把我晾下。当天夜里我就出了事，电话打过去，女同事却让老公教我独立。独立，好啊。于是我只能带着2000多万的婚前财产悄悄独立了。我去给婆婆送药那晚，钱源借口加班，错过了接我的时间。他向来冷漠，声音里不夹带一丝担忧，我甚至能想象到电话那边嫌弃的表情。我在忙，你自己打车。我一句妈这边晚上打不到车还没说出口，钱源就已经挂断了电话，再打过去就是无法接通。我安慰自己，也行，先走一段路，等接近市区再打车就好。可再见到钱源，已是物是人非。我瘸了腿，亦死了心，发现背后有人尾随时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了钱源。电话打过去，被他再次拒接，身后人愈跟愈近。好在钱源终于回了电话，都说了我在忙，钱源不给我留说话余地。未等我求救，电话那边却传来一道温柔的女声：阿元，你应该让他学会独立的，不要太宠，也是对他好。我感受到身后人越跟越近，
我几近绝望求救：“老公，你来接我，我在。”一只手扼住了我的喉咙。在我失去意识前，只听见耳边手机传出了最后一句模糊撒娇：“阿元，太晚了，能不能顺路坐你车回家？”我瘸着腿，衣衫不整，出现在市区那天，已经是3天后。媒体的聚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本是一起失踪案告破，受害者已被发现在路边。请问在失踪的这几天，你经历了什么？警方将我拦在媒体的镜头后，把我带去医院，但我的心已经掀不起一丝波澜，双目无神地接受医生的检查。钱元直到3个小时后才来到医院接我。踏进病房的那刻，他眉头紧锁，我从他眼睛里看出了不耐烦的神色，好像这次出事是因我的刁蛮任性才导致的一样。做完笔录，他捂住鼻子，随手将我外套丢掉。怎么这么脏？是啊，这是一件肮脏的外套，如果带进他的车里，他会不开心。我怎么会不记得？他最讨厌别人在车里吃零食和化妆，更何况这样一件染血的外套。一路无话，冷风灌进车窗，我不自觉收紧自己的肩膀，假装看不到车里一盒不属于我的散粉。我想起了那件被丢掉的外套，默默关上了车窗。钱元不悦，你身上有味道。很快到家，打开大门的那刻，玄关处赫然摆放了一双女士高跟鞋。还未等我思考，一道娇媚的声音从客厅传来：“月月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跟阿元吵架，总归家还是要回的呀，不然钱元哥一个大男人在家连口热饭都没有。”抬起头，张艾拉正穿着我曾经买的围裙，上面还有赫然3个字：女主人。既然回来了，你们就先吃饭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她神色泰然，体面放下围裙就要离开，却被钱元拦住：“吃完再走吧，这么晚了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”钱元看了我一眼，终究还是解释了一句：“艾拉今天是来送文件，听说我要去接你，就自告奋勇说准备晚饭。”说完，钱元又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眼：“你臭了，先洗澡吧。”我不自觉躲开钱元向我伸过来的手，逃跑似的想要躲回卧室。钱元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一反常态。这次他将张艾拉晾在原地，一把抱住了我：“德月月，你能不能不要小题大做？”我冷笑一声，他竟然以为我小题大做，我也只是嫌脏罢了。我挣脱开钱元的桎梏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：“你起开啊！”钱元被我打得一愣，他从未想过我会抗拒他的拥抱。家门突然被打开，公公神色晦暗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我那体弱多病的婆婆。艾拉震惊的脸瞬间融化，换上温婉的表情，挽住婆婆的胳膊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来了。”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他们已经熟悉到这种地步。这就是我曾经当作亲生父母对待的公婆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只想逃离。我拖着瘸腿，在钱元、公公婆婆和艾拉面前一步一步走向玄关。没有人关心我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，也没有人关心我这几天没回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见到长辈，招呼都不打一声。公公不悦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“我从来不会反抗，那是因为我觉得我爱钱元，也应该包容他的家人，所以他们从来不会给我好脸色。”我脚步一顿，思索着该怎么回答，公公却没给我解释的机会：“都是钱元太惯着你了，1分钱不挣还想摆脸给我们看。钱元，你现在好好看看，女人该这么管教。”说着，公公冲上来给了我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正好还上刚才我给钱元的那一掌。
婆婆故作心疼，护在我面前，实际上却是紧紧拉住我的手。我知道这是为了防止我还手。好了好了，孩子还年轻，很多规矩慢慢教就好了。我被打得头眼昏花，钱元眸色一动，想要伸手拦一下，却还是忍住了。我笑了出来，凄异的笑声让气氛变得混乱。婆婆被我吓了一跳，轻骂道：“你这孩子发什么疯？”钱元眼底终究是露出心疼神色，想伸手阻拦，却被张爱拉打断：“阿元，天色不早了，要不你送我回家吧？”钱元看了我一眼，犹豫半秒，开口说：“行了，别坐在地上装疯卖傻了。”他们都离开后，我偷偷去了爸爸去世前给我买的小公寓，打开公寓的门，尘封已久的家具散发着灰尘与霉菌味，正打算进去，身后突然一只手伸出，将我拽住。陈次墨眸子深邃，将我堵在门口：“你腿上还有伤，这里非常不适合养病。”我惊心未定，小心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映上昏黄的灯光，他满眼憔悴：“我一直等在这儿，从小你不开心了，都会来这儿。”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臂，想要把我拥在怀里，可是又好像怕我碎掉一样，双手不知放在哪里。许久，他开口：“跟我回家吧。”我是已婚之人，对他的温柔从来不敢留恋，即使钱元不值得，我也不该触碰自己的底线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陈次墨，他不该成为我的备选项，他值得更好的。我垂眉拒绝，可这里是我的家，我唯一的家了。陈次墨皱着眉头，想了想，还是把要摸我脑袋的手放下。他思量了片刻，进房间里拿出一把小凳子，用袖子擦了擦，放在门口：“先坐一会儿，现在半夜估计不好叫家政服务，我先收拾一下，你再进去。”说着，他脱下外套披在了我身上，外套带着他身体的余温，将我包裹住。家里的灯被他打开，窗户也通通开着。他挽着袖子，用现有的工具把我能活动的区域统统收拾了一遍。我坐在门外，看他熟练又麻利的背影，心中终于有了些许安全感。这是钱元从来都不曾给过我的安全感。谢谢你，我在心里默默道谢。我静静地盯着他拖地，看着他把卧室和客厅的窗帘都拆了下来，抱进洗衣机里。没一会儿，我的小屋终于有了家的样子。上一次，这里还是爸爸陪我打扫的。爸爸生前曾问过我，为了钱元放弃跳舞，你会后悔吗？那时的我自信满满，不后悔。可是现在的我，一条做过手术的小腿，没资格弹舞蹈了。我恨钱元吗？也许我更恨我自己。为什么要强迫一个没有心的人学会爱自己呢？陈次墨的声音打破思绪：“好了，月月，我扶你起来。”他把我领进卧室，卧室内还是我读大学那会儿的布置。他额上布满汗水，后背也被汗水打湿了一部分，衣服紧贴在他的背肌上。陈次墨舒展眉头：“不介意我用一下你的卫生间洗澡吧？”我轻轻点头，从爸爸房间拿出一套新的睡衣，放在了浴室门口。趁他去洗澡的功夫，我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咚咚开门：“德月月，我知道你在。”钱元的声音夹带着愤怒，敲门的动作气势汹汹。我心脏像是被握住，突然喘不过气，与此同时，身体也控制不住抖了起来。那天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，我控制不住从床上滚下来，蹲在地上抱住了脑袋。我甩开从后面抱住我的陈次墨，等到把自己藏在墙角后，才发现这里是家。对不起，阿莫。陈次墨眼圈微红，盯着我，头发湿漉漉的，
再次把我揽进了怀里。不怕，有我在。陈次墨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我的抗拒，我小腿的伤，也许只要我不说，他永远都不会问。他把我用力搂住，迫使我的脸贴上他的胸口，一只手缓缓抚慰我的后背。不开门，我不会开门的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静了下来。陈次墨横抱起我，轻轻放到床上。明天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？他温热的气息贴在我的脸上。明天中午我们去看医生。他的问句改成肯定，没有理会我的回答，静静看着我，直到我睡去。3天后，陈次墨一如既往地在家里陪我上心理理疗课。年轻的医生打开音乐，如流水般的旋律当即灌入整个公寓。我的身体只有在这个时候会平静片刻，其余时间总是莫名心悸。陈次墨将温水放在我旁边，说道：“张医生，我现在出门买点食材，月月就交给你了。”说着，他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拿上钥匙就出门了。我眼睛微合，大概是音乐和熏香起到作用，我不觉陷入浅睡，似乎只能听到呼吸和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叮咚，门铃声打断我的浅睡。张医生也被小小惊了一下，我挤出微笑，安慰张医生：“我现在没事。”然后拉紧了自己的披肩去开门。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，张艾拉。他怎么知道我的位置？德月月，既然你已经选择离开钱园，就不要再缠着他了。张艾拉抱着胳膊堵在门口，我愣了半分钟，才明白，原来张艾拉是在宣示主权。我不想跟张艾拉有过多纠缠，我也不想陈次墨这段时间对我的心理安慰白费。当然，我肯定也不会像张艾拉说的那样缠着钱园。张艾拉捂住嘴，浅笑了一声：“你真应该赶快跟钱园离婚。你现在只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瘸子，你配不上他啊！”张艾拉的声音被我的攻击打断，她的话像麦芒一样刺得我浑身发痒。我控制不住冲上去咬了她的胳膊，张艾拉也丝毫没有犹豫，朝我的面颊甩过来一个巴掌，结结实实落到了我的脸上。疯子！他怒骂了一声，又扬起手掌想要给我一巴掌，却被刚从电梯里出来的钱园拦住。够了！钱园看着张艾拉，脸上带着不少怒色，但是责骂的话语却是朝我来的。月月，这几天你该闹够了，跟我回家。说着，他上来扯住我的胳膊。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张艾拉突然找上门了，因为我离开后，她并没有如愿成为钱太太，所以过来逼我一把，逼我主动放弃。她也太着急了。我心里发笑，即使你不逼我一把，我跟钱园也过不下去了。放开我，钱先生！钱园被我的称呼惊了一下。以前的我巴不得他围着我转，巴不得他求我回家，所以他只当我现在的拒绝是在欲拒还迎。突然，我身子一轻，钱园将我扛在肩头，不安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。我挣扎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张医生不明所以地从房间里冲出来：“你们是谁？放开他！”陈先生马上就回来了。说着，张医生拨通了陈次墨电话，还未等电话接通，陈次墨就从电梯里冲出来了，一拳挥到了钱园脸上。我被迫被放下，陈次墨推开钱园，推开堵在门口的张艾拉，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房间里，默默护在身后。但钱园只是揉了揉脸，继续进来扯我的胳膊：“德月月，我们还没离婚，你现在还是我的合法妻子。”我站在陈次墨身后，明显能感觉到他慢慢紧绷的手臂和握紧的拳头，气氛剑拔弩张起来。“钱大哥，我……
张爱拉捂住被我咬了一口的胳膊，装作疼痛难忍的样子。钱大哥，我来到的时候，月月说他已经在跟这位先生同居了。我顾及平时钱大哥你对他那么好，他却就说了他几句，可他却冲上来咬了我。钱媛听到张爱拉的话，眉头皱得更深了。当他的目光转向我，试图向我寻求答案的时候，我一反常态，并不做解释。不爱了，也就不在乎在他心里的形象了。第一次，我从钱媛的眼睛里看见了慌乱，原来他也会害怕失去我。只可惜，我心已经死了。钱媛带着敌意扫了陈次墨一眼，并没认出这是自己公司的大股东。他好像嘲笑，也好像是不信地对着我说了一句：既然这样，那你不要后悔。说着扭头离开。张爱拉跟在他身后，在电梯门关闭前露出胜利的微笑。阿莫，我要离婚。陈次墨将我揽进怀里，肆无忌惮地用鼻尖和嘴巴亲吻我的额头。好，这件事交给我，应我的要求，陈次墨的律师帮我拟好了1式2份的离婚协议。我回到那个曾经和钱媛留下点点滴滴的家时，只觉得浑身冰冷，空无一人的家里还留着些许曾经我生活过的痕迹。明明已经到了钱媛该回家的时间，可是家里却没人。我给钱媛发去短信：我回来了，今天有事情要找你聊。3秒钟后，手机收到一条呵呵。曾经我给钱媛发过去的短信，永远没有这么快的回复过。每次都是我不厌其烦地发去信息，再打电话过去确认他是否有看到。时间久了，我变得患得患失，总觉得钱媛抓不住，又摸不着。即使他是我的老公，即使我只是欢欣鼓舞地想问他晚上吃什么，却只能在很久后得到别烦我，在开会这样的回答。随着门口传来密码锁解锁的声音，我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，垂下了头。男人走了进来，脚上还穿着我曾经买的情侣拖鞋，只不过那双女士拖鞋在张爱拉穿过后，我就再也没碰过。我说过，既然你选择离开了，就别后悔。男人说了一句话，倚坐在我对面的3人沙发正中间，翘起2郎腿。即使你是为了气我也好，或是真的不爱了也好，我钱媛都不接受像你这样的二手货。精神出轨我也不接受，所以我说过，你最好不要后悔。说完，他稳坐如山，仿佛是在等我哭着求他原谅，仿佛已经准备好了将我狠狠拒绝。以前的我确实会这样做，以前的我总以为无论如何我都离不开他。呵呵，二手货。原来钱媛你也是一个不能接受婚内出轨的人啊！我疲惫地垂着头，不去看钱媛的眼睛，然后把文件夹里的离婚协议拿出来，放到了桌子上。所以我今天来是找你谈离婚的事。钱媛本来正在手机发消息的手一僵，你以为你拿离婚威胁我，我就会被你吓到吗？钱媛冷笑了一声，走进卧室，独留我一人在昏暗的客厅。过了许久，钱媛已经洗漱完毕，看了我一眼，忙起工作，又是冷暴力。结婚几年，我好像从未被钱媛重视过。我说的话，我想要做的事，都像是掉进了深渊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既然你说过不接受二手货，为什么不签协议呢？我的话像是独白，在房间里回荡片刻，再次坠入深渊，得不到一点回应。门口再次传来按密码锁的声音，如果没猜错，是钱媛的爸妈。他们收到我的消息，已经如约赶来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钱媛停下工作，看了他们一眼，随即明白了，是我把他们叫过来的。
待公公婆婆坐好，钱媛的脸上便露出了掩盖不住的愠怒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：“德月月，你有意思吗？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闲吗？你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也好，你要出轨也好，你自己一个人去闹行不行？别拉上我们一起陪你演戏行吗？明明我只是想离婚，只是想双方坐下来谈一谈离婚的事，为什么我的任何事，只要一到钱媛那里，就是我在闹？”往昔的岁月里，我在钱媛的指责下，渐渐地开始变得不自信，好像真的是我一直在不懂事，我在拖后腿。我不自觉垂下脑袋，小声说道：“我要离婚。”婆婆率先开口：“你一个女人家，结过婚的再离谁还要你呢？你怎么过日子呢？你哪来的自信呢？”看似好言相劝，为我着想，实则是噗。钱媛一家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不可谓不高，我将头垂得更深，不敢反抗，不敢顶嘴。你一个已婚妇女，1毛钱不挣，你还离婚？钱媛，你跟他离，我看他能蹦跶到哪去？他还想上天了。公公浑厚沙哑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道。钱媛咂了咂嘴，皱紧了眉。他最厌烦的就是吵闹，眼下他父母的唧唧歪歪，他认为都是我在找事才有的后果。婆婆听到公公的提醒，立马反应过来：“月月，不是我说你，自从结婚，这个家都是钱媛在养，你1分钱不挣，就算离婚了，你也别想从我们这拿走1分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的心又冷了几度。结婚后，钱媛以备孕为由，让我放弃我最爱的舞蹈事业。月月，你别跳舞了，以后我养你。实则我把原来跳舞的时间用来做饭、打扫家务，陪公公婆婆去医院看病。直到现在，我小腿受伤，我抬起头，又说了一遍：“我要离婚。”钱媛突然怒不可遏，冲我大声吼道：“离婚！德月月，你能别找事了吗？都说了，离婚你什么得不到，别做白日梦了。”我扑哧笑了出来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死死盯着钱媛。钱媛，你好好看看离婚协议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我都不要，就连结婚时我付的那1半首付我也不要了，送你了。我要离婚！婆婆眼睛里冒出光来，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。这是你说的，可不能反悔。钱媛，快签了吧，好好看看条例，别有什么疏漏。钱媛愣在原地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似乎是想从我的表情里探究出我到底在想什么。她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德月月，你有没有自知之明？凭你现在的样子，你真的觉得离开了我，你还能找到别人？你现在是个瘸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还真以为你是以前那个耀眼的舞者吗？或者说，你想凭着跳舞去勾引谁？”即使我知道钱媛不爱我，但我也依旧为他的话感到震惊。原来，在他眼里，跳舞就是为了勾引谁？原来，在他眼里，我竟是这样不堪。原来他竟然在为我再也不能跳舞而感到得意。我脊背发冷，如坠入寒渊。我强撑着，对着他们一家3口说：“所以可以签离婚协议了吗？晚了，搞不好我就反悔了。”我的钱公公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对我冷哼了一声，然后他对他儿子说：“签了吧，我看那个叫张爱拉的对你挺有意思的。赶快签了离婚协议，别误了人家小姑娘的好意。”钱公公说这话，无非就是为了恶心我。无论钱媛和张爱拉是不是有一腿，我都不在乎了。现在的我只想离婚。我回到自己的公寓，蒙头大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收到张爱拉发来的一条语音，看来钱媛已经把他签了离婚协议的事告诉了张爱拉。虽然还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，但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，
那就告诉你也无妨。那天你遭遇了抢劫的，钱媛还说报警来着。但是呀，你的老公好像更爱我一些。我说你得吃点苦，才能更懂事。抢劫这种事，给你点教训也好。可是，哈哈，可是没想到那帮劫匪竟然打断了你的腿。哈哈，事情过去那么久，曾经已经结痂的伤口好像再次被撕裂。我生理性反胃，从床上奔去卫生间呕吐了起来。以及那天张爱拉上门示威，她说：“你们的床可真软。”即使我已经逃离了，已经远离了钱媛，他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陈次墨出差回来，看到我躺在卫生间地板上，吓了一跳。他扔下手中的东西，手脚并用地冲了过来。我艰难睁开双眼，望着他。阿莫，我现在是瘸子了，我再也不能跳舞了。陈次墨见我没有死，舒了一口气。你吓死我了，月月。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你是我救回来的，你必须好好活着。他把我抱起，放到床上，小心安慰我：月月，你之所以美，并不是因为你是舞者才美的，而是之所以是你，是你得月月，舞台才耀眼。他轻轻给我盖上被子，所以只要是你得月月，你哪怕只是随便扭下腰，你都是美的，胜过世上万千舞者。我将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轻轻吻了上去。谢谢你，阿莫，我该怎么感谢你？我还有一个公寓，山上还有一套别墅，我爸爸还给我留了3000万，我都给你。陈次墨被我的话惊了一下，瞪着圆圆的眼睛，嘴巴宠溺地笑了起来。没想到我们月月竟然还是个小富婆。但是你的这些零花钱你放好，这是你爸爸留给你的，也是你最后的念想。如果可以，你可以留给我们以后的孩子。以后的孩子，你得嫁给我，因为你是我救下来的，你必须嫁给我。陈次墨用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，不停地蹭来蹭去。好，我要嫁给你。我搬去了阿莫家，所以钱媛并没有在我的小公寓里找到我。这天是阿莫的生日，我给阿莫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正当我满心欣喜地提着定做的小蛋糕往地下车库走时，一道人影突然从黑暗中现出来，将我拉上了车。那个由我亲手设计的蛋糕摔到了地上，没来得及再看一眼，车子发动，一路前往了我不知道的地方——溪谷心理治疗中心。钱媛按住在车后座挣扎的我：“月月，你病了，听我说，你病了，你不要再挣扎了，这对你对我都不好。”他瞳孔染着固执，死死将我按在身下。你只要配合做个检查，我们会治好你的。当我的身体触碰到钱媛的时候，只觉得浑身僵硬无比，心底都是绝望。放开我，钱先生，我没病，放开我！我的挣扎逐渐无力，男人的力气总是比我想象的更大。就像那天被人拽住头发拖去后院殴打的时候，就像铁铲扎进我的小腿的时候，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钱媛紧紧扼住我的肩膀，直到2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出现，我被交接给他们，一路带进了理疗室。当我的身上被贴满心跳监测仪的时候，我听见钱媛和医生对话的声音在隔壁传来。我的妻子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我怀疑她由于那件事受到了一些刺激，现在她的行为出现了极大的反常。曾经的她非常听话，现在她要跟我离婚。医生问道：“您的妻子经历了什么事情呢？具体讲一讲。”钱媛的声音停顿了几秒，缓缓说道：“他是个偏执的人，在他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，他要求我陪他在他父亲的老宅里整理遗物，但我觉得没必要。我走后，我的妻子说是发生了入室抢劫，不过他很爱撒谎，
他应该只是为了骗我回去陪他而编造的一个谎言。为此，他应该是故意弄伤了自己的腿。可是我并没有陪他演戏，他受到了些刺激。呵呵呵，原来我是个爱撒谎的人。原来是我为了引起钱媛的注意，才故意弄伤自己的腿。疯的人是钱媛。趁着护士打开机器的时候，我扯掉身上所有的仪器，往窗外跳了下去。我再次在医院里醒来，身边站着钱媛，还有他的爸妈以及张艾拉。确认身边的护士并不是溪谷心理治疗中心的人之后，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紧紧握住了护士的手。钱媛见状，想要分开我们，上来扯住我的胳膊，跟护士解释：“你们也知道，我妻子是由精神病院跳楼转过来的，她不是很正常。”护士本来还特别担心我是不是受到绑架了，听了钱媛的解释后，才放心不少。但这是我逃离钱媛唯一的机会。我紧紧握住护士的手，颤抖着求她：“救救我，帮我报警，他不是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这时，钱媛的妈走过来，往我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。我吃痛松手，护士还想朝我问些什么，被我的钱婆婆敷衍着轰了出去。护士走后，钱媛的妈妈立刻换上一副尖酸刻薄的表情，恶狠狠地咒骂我：“原来是脑子有病，亏得我儿子为你专门找精神病院。”这次钱媛并没有由着他妈妈骂我，皱着眉头阻止：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自己一个人陪着月月。”张艾拉拉住钱媛的衣角：“钱大哥，要不还是我陪着你吧。”钱媛躲开了他的手，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只想自己陪着月月。”张艾拉尴尬地站在钱媛身后，面上表情像吃了苍蝇一般。可是钱媛依旧只给了他一个后背。许久，张艾拉也灰溜溜地离开。“钱先生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”我双眼空洞，定定地望着病房天花板上刺眼的灯光。“月月，你以前总是老公老公地喊我，现在你病了，我不怪你。”他轻轻给我掖了掖被角，这是以前我从来没有过的待遇。我并没有觉得钱媛现在的表现有多爱我，他从来没有了解过我，他只是把我当作是一件物品而已，一件即将失去的物品。这仅有的温柔，也不过是他只是想给自己的过错找一个台阶。我的面上依旧没有表情，只不过我缓缓闭上了眼睛。你知道我当初没有说谎，你也知道我的腿是怎么受伤的。你没有跟心理医生说实话。我翻了身，将后背对着他。我没有再说话，我在等陈次墨找到我。你好，我们现在怀疑你非法拘禁。钱媛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来的比我想象的要更早一点。夜深人静，医院的长廊上，钱媛被护士悄悄叫了出去。外面警察跟钱媛小声沟通的声音依旧能传进耳朵里。就在钱媛被叫出去的刹那，熟悉的身影走到了我的病床前。我转过身，阿莫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面前，为我遮挡住一小片光。我张了张干裂的嘴唇：“阿莫，我痛。”钱媛在停车场地下室将我掳走，试图给我安一个精神病的头衔，以监护人的身份永远将我留在他身边。可惜我跳楼了，跳得很及时，甚至没等我精神疾病的鉴定开始，我就将钱媛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。阿莫说我不该跳楼，我说我怕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。阿莫说无论你在哪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第二次。阿莫抚着我的手臂，将头埋在我的病床上。他现在应该很累吧？为了找我，也许从发现我没回家开始就没有休息过。阿莫抬起头，
继续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掌心揉搓。月月，伤害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，因为钱元被阿莫送进了牢里。钱公公婆婆找到我，当钱元的爸爸试图再打我巴掌的时候，阿莫将我护在了身后。她现在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儿媳妇，她现在跟你们没任何关系。如果你要动手，我不介意把你们也送进牢里。钱元的爸爸好像刚学会讲道理一样，对我分析利弊。德月月，你们还没离婚，如果钱元坐牢，以后你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。钱婆婆也终于有了一个母亲该有的慈祥。月月，你和钱元都是我的孩子，看着你们闹矛盾，妈心里跟火烧一样痛。我向来嘴笨，面对他们的哄骗，我只觉得心里难受，不知道该怎么样解释和拒绝。这时阿莫将我揽在怀里，像是保护，又像是宣示主权。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，因为钱先生做了触碰人性底线的事，受到惩罚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并且现在钱先生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，他们在法律上不再是夫妻。钱先生的后代是钱先生的后代，我和月月的孩子是不会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受到影响的。他们被阿莫的话堵住了嘴，嘴巴翕动，再也说不出什么有力的理由。法院外，我被阿莫护着坐进车里，两位老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的儿媳坐进别人的车里。律师说了，协议离婚需要公证，钱元之前签的协议不作数。德月月，你别以为你能独善其身，还有你们别想领结婚证，只要钱元不离，你们就永远结不了婚。钱婆婆好像受到了刺激，疯狂拍打着车窗。阿莫对着他们轻蔑地笑了一声。哦，看来我们还要感谢钱先生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好去争一争那套价值2000多万的房子呢。之前月月净身出户，可把我心疼死了。既然你们认为离婚协议无效，那我们就法庭见喽。希望钱先生不要缺席。说着，阿莫合上车窗，把一脸茫然无措的二老留在了原地，扬长而去。陈次墨说的话大概有一部分是真的，他大概已经做好准备，钱元反悔离婚。如果他反悔，就打离婚官司，因为钱元在坐牢，无法出庭，官司必输无疑。如果他同意离婚，那就更方便省事。半年后，我与阿莫正式领证结婚。度完蜜月回国的时候，正好作为股东的阿莫要参与股权分割大会，就是曾经钱元的公司。我在楼下咖啡厅等阿莫，见到曾经的张爱拉。此时他正抱着纸箱子从咖啡厅门外经过，手中的咖啡刚抿一口，他就看见了我。我不善言辞，本想躲起来或假装没看到，却不曾想张爱拉还是主动走了过来。你是故意来看我被开除的吗？他轻轻把装着办公用品的箱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，带着一丝掩盖不住的愤怒质问我。我低下头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张爱拉不屑地冷笑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曾经钱元说不懂你，呵，他确实不懂你。你其实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上赶着来看我笑话，你活着不累吗？是不是被我抢了男人，天天睡不好觉？他笑出声，非得看见我遭到报应才能释怀。说实话，并没有睡不好觉。阿莫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，不过张爱拉跟钱元也确实是更配，毕竟他们都挺自作多情的。我叹了口气，起身离开，却被身后的人拽住胳膊。我本以为是张爱拉想继续纠缠不清，没想到扭过头，却是钱元。月月，好久不见。钱元的脸上沧桑了不少，看来之前的那段日子过得并不好。不过
这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张艾拉对上钱媛看我的眼神，目光里醋意十足。钱大哥，谢谢你来接我，我们走吧。他不安地催促着。钱媛忽视他，不舍得放开我的胳膊，眼圈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泛起了一些血丝。月月，对不起，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想了很多，每天只能靠酒精才能入睡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阿莫从我后面揽住我的肩膀，故意将我跟钱媛拉开距离。钱先生，如果你跟张小姐东西已经收拾好，就不要在这里逗留了，这里是公司内部咖啡厅。阿莫好心提醒道。钱媛愣了一下，想了很久，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你，陈次墨，你是公司里的那个？阿莫没有解释，对着张艾拉和钱媛客气的还以微笑，轻轻地揽着我的肩膀离开了。在我们远去的背影中，有一道滚烫的视线，可能是钱媛，也可能是张艾拉。希望他们都能明白，感情这件事很难强求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